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感恩大家持续不断的参加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想法不是开始，行动才是。读书也好，做事也好，做而言不如起而行啊。说的千万遍或想的一大堆，不如实际做一次啊。文法修道也是一样啊，如果是3天打鱼2天晒网啊，这样效果就很有限了。如果是锲而不舍，那就像《大学》这本书里面所讲的，精诚求知，虽不中，不远矣呀。意思是说，只要我们内心真诚的去追求啊，那即使达不到目标啊，或者还未到达目标啊，也不会差得太远呐。那学佛也好，做人处事也好，只要我们常保真诚跟热情呐，也就是我们常讲的情与诚呐，这样呢，虽未成佛啊，但已离佛很近了啦，已离佛不远啦。那《大学》里面的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不必去讲深奥的大道理啦，只要心诚就够了，因为心诚则灵呐，虽不中，不远矣啊。那情跟诚呢，就是一种态度，态度决定成败啊。那对的事情做就对了，不要想太多，一思就好，不要3思啊。这也是一种态度啊。所以成功的理念是：不累积每一小步，就不能远达千里啊；不汇聚每一条涓涓细流啊，就不能形成江海啊。骏马跳跃一次，跳不了10步远呐，但烈马拉车却可以走10天呐，也能走得很远呐。关键之处呢，就在于付诸行动啊，永不停止啊。5年前呢，我在一个活动中呢，认识了一位30多岁的年轻人呐，一位女生呐。那这位年轻人呢，一开口呢，就会让人感觉到说，哇，年纪轻轻就这么懂道理，就这么懂佛理啊，实在是很难得啊。因此呢，我跟他就互相留下了 LINE 之后呢，也常常有讯息的往来哈。那从刚开始的互动中呢，他会跟我说啊，跟我分享啊，他说：“哎呀，师伯，做志工很有意义哦，哪一位师父开示很棒啊。”或者资源回收的工作很有意义啊，等等，甚至他也会跟我分享说，无量易经所讲的道理很就近哦，一段时间过后呢，他也会说，哎呀，师父，我也想参加志工培训呢，希望将来呢成为慈济的委员呢。那我看到这样一个人才，当然是想顺水推舟嘛，打铁趁热，适时的来鼓励他嘛，希望呢助他一臂之力啊。然而啊，一段时间下来呢，我逐渐发现这个孩子虽然可以常常说出很多很有道理的好话，但却是口惠实不至啊。虽然偶尔他也会付诸行动，但都是3分钟热度，一下就没有了，都是中途而废。虽然这样子呢，他还是不断的口说好话，但却跟实际行动有很大的落差。其实呢，几年下来，我发现这也是一种众生百态的其中一态啊。那以前刚开始的时候呢，我还会在私赖中呢对他小以大义啊，授之以理啊。后来几年下来，发现他虽然对佛理能侃侃而谈呐，但却止于自己的想法而已哦。这样子的想法，却跟付诸实践呢有非常大的距离啊。到现在了都5年了嘛，他还是一事无成啊。所以现在他只要跟我分享大道理呢，我就回他6个字：把它化为行动。有时候呢，会再多加几个字的，就是我们今天晚上的主题了。跟他说，想法不是开始，行动才是。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例子啊。
古代的荀子有讲一句话：锲而舍之，朽木不折啊；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意思是说，如果做事情啊，只是一直在空思妄想啊，而不能化为行动，并坚持下去啊，那么即使是能朽木的木头啊，你都不能把它折断了。这么简单的事情，你都没办法把它折断了。相反的，如果做事情能够持之以恒呐，即使是金石啊，那么坚硬的物体啊，你都可以把它雕刻出美丽的花纹出来啊。我们读书会中经常会提起王阳明先生的知行合一的思想嘛，相信大家都听过了哈，就是知而不行，是谓不知；不知而行，可以致知。那这样子的思想呢，跟佛法的菩萨道呢是不谋而合的意思是说不懂得佛理没有关系只要能去实践佛法最后也会懂得佛理啦。相反的，如果很懂得佛理，但却不懂得人跟人之间相处的基本道理，这样学佛再久也找不到真理。那另一种情况是什么？很懂得道理或佛理，又能把它化为行动让道理跟生活全然结合这就是生活中看不到的明显的佛法。但其实挑柴运水、行住坐卧、开口动舌等等无不是禅无不是佛法这就是以事显理的一圣真实法的体现所以不必能言善道，也不必滔滔不绝更不必佛言佛语佛模佛样学的再多还是平凡的很然而举手投足之间他的举手投足之间别人一看就知道，这个人是水深不语、人稳不言的高手那什么是高手真正的高手是什么？可以赢而不赢，可以胜而不胜。他会故意让别人赢但这并不代表他自己是输的。这就是非常有自信的高手前几次的读书会中呢，我们有分享一个主题叫做依经入道，以解导行这个入道跟导行也是强调行动菩萨道的修行法门上次我们有讲过，英文叫做 Buddhism in Action 这个 action 就是行动嘛。要拍电影也是一样那个导播讲 action 就是开播开始演了对，好，所以只有相信跟发愿还不够，还要化为行动现在证严上人要回馈佛陀的故乡也不是靠嘴巴去回馈的，而是由新加坡跟马来西亚的志工团队以接力的方式轮流在那个贫穷落后的尼泊尔跟印度呢常住一住就是几个月尼泊尔这边5个月的签证期过了就跑去印度印度签证期可以有6个月就这样呢，在佛陀出生的尼泊尔的蓝毗尼跟佛陀成道的地方印度的菩提迦耶2个地方轮流常住这样呢就是要付诸行动才有办法去翻转佛陀故乡子民的命运那现在已经在规划要在那个菩提迦耶好几个村去盖大爱屋了那最近开会就是谈这个事情。那外面的人看起来好像是好像按部就班一下去这里一下去那里其实那个地方是百废待兴，困难重重所以才说菩萨道难行，也说难行能行那虽然是难行道，但却是容易成就这个就是菩萨道的修行法门有一句台湾话叫做讲到一本机做不一汤匙这个就是在调侃一个人只会说不会做啦所以我们读书会至今讲到快200集了里面所讲的道理也都是以一个很重要的中心思想呢
来贯穿来串联就是行动。刚刚讲嘛 ，action 嘛，所以想法不是开始行动才是这句话是强调真正的开始是始于行动，不是始于想法。不过，我们也不能把这句话误解为说，那想法不重要啦。我们没有否定想法的重要哦，想法也是很重要哦，因为想法也是观念嘛。那观念不正确，做法就不会正确啦。然而，要真正付出行动了，才能叫做开始。头脑有在想或正在想，但是还没有付诸行动，这个不能叫做开始就好像呢，一个建筑工地基地要盖大楼那建筑师必须先有想法嘛，才能画出概念图建筑概念图有了概念图，才能接着画详细的空间设计图嘛。那接着呢，结构工程师或水电顾问等等相关的团队就跟着进来开会讨论那大家把这个纸上作业定案了，即使定案了，只要还没动土就不能叫做动工了。一旦正式动土了，打桩机那个机具跟那个施工团队都进场了，那才叫做正式动工了。道理是一样的，同样的道理一件事情我们还停留在思考或讨论的阶段，这个中间很可能想法会变来变去念头也会生生灭灭甚至呢计划赶不上变化，这个都表示行动还没开始。一旦想好了或想通了，甚至道理还想不通，但对的事情做就对了，不要想太多。结果呢就是不知而行，可以自知嘛，这样才能叫做开始。好，一旦开始了，万事起头难许多人呢对事情呢摸不着头绪不知道呢从何开始最后呢就打退堂鼓啦，因为困难万事起头难成千上万的想法时时刻刻在脑海中呢形成，但多数人卡在没能付出行动去产生行为于是呢各种的想法呢萌芽出来在脑海中还没有付诸实践在脑海中呢就被扼杀了啦。所以佛法说人心有生住意灭，就是这个道理也就是想法还没有化为行动之前就有这种4种现象了，而且呢循环不已，翻腾不已刚刚前面讲的，想了一大堆不如做一次嘛，或者说起话来惊天动地做起事来有气无力这不是说头脑想跟嘴巴说不重要或没需要，也不是这样而是在强调一旦深思跟慎思之后呢，或者承诺或发愿过后呢就要能够开始行动，而且呢言行要一致，心行要平等，才不会造成言过其实变成纸上谈兵或者画饼充饥那这样就不切实际了嘛。然而要付诸行动，也不能草率行动行动是很重要没错，可是要行动的时候也不能草草率率的行动行动之前还要什么深思跟慎思跟慎始把行动的目标准确定位，就好像车子的前轮定位一样嘛前轮定位之后，车子跑起来呢，车子才不会晃，才会顺畅舒适相信有在开车的人都应该懂得这个道理吧那人生的道理何尝不是如此呢？所以有一句关于定位人生目标的好话叫做君子立恒志，小人恒立志意思是说君子慎重的立下了宏愿大志之后呢，就会目标专注，一心一志，绝不动摇那小人则是什么？轻易的立下的志向常常立下志向，然后呢遇到一点小挫折就轻言放弃，结果
不了了之，而变成什么？空思妄想啊！山立在地上，人立在志上啊。月缺不改光啊，剑啊，刀剑的剑，剑折不改刚啊。啊，鸟要紧的是翅膀，人要紧的是那个志向啊。立下凌云志啊，敢去摘星星啊。哇，这个很有自信的啊。有志则走遍天下，无志则寸步难行啊。天下无难事啊，只要有心人呐。所以君子往往是先定一个长远而坚决又不易改变的目标，就是立恒志啊。这个恒志往往跟自己的生命攸关哦，因为这个恒志会让我们的人生呢忙得有目标、有方向、有重点、有意义。相反的，一个心力不足的人，没有志向的人，或者他很会立下志愿，理想憧憬很多，计划很多，但都不能化为行动去成事，就像刚刚前面讲的那位年轻的女生一样啊，到现在还是原地踏步啊，一事无成，非常可惜呀。很会发心立愿是好事，但如果感动的时候说出发愿的话，而无名的时候呢，却忘记承诺的话，这样就变成虽感动而发愿啊，但遇事而消愿，这样大愿也会变空愿了，变成空头支票了啊，那这样就不好啦啊。应顺导师是证严上人的师父啊，当年上人在皈依导师的时候呢，导师只给了证严上人6个字啊：为佛教，为众生。从此证严上人恪遵这6个字的教示呢，穷其一生啊，尽行受献生命啊，一生一心一志，只做这件事情，叫做为佛教，为众生。这个就是立恒志啊，最好的身教跟典范啊，不必多，光这6个字就做不完了。那不止证严上人，证严法师是这样。已经圆寂的圣严法师啦、星云法师、净空法师，还有为数众多的高僧大德啊，他们都是立恒志的典范啊。那古圣先贤啊，就像孔子啊、孟子啦，也是立恒志的古代哲学家跟教育家啊。孔子最得意的门生颜回也是一样啊。这些古德贤人在学习跟实践的过程中呢，一直保持着对仁义道德的坚定的信念呢，这个是展现的君子立恒志的一种美德啦，那值得我们学习。30多年前，我在马来西亚认识慈济啊，我知道那时候我就开始知道说慈济是行菩萨道的法门呐，也知道说行菩萨道有3个条件一开始我必须了解嘛，这是信愿行3者兼备，缺一不可啊。于是那时候我就发了一个愿呐，一直到今天还是这个愿呐，没增加也没减少，不增不减，因为那时候我是身在国外嘛，而证严上人呢，从来不出国啊，所以这个小人物呢就发一个小愿，我发愿，要当证严上人的手跟脚。这个愿一发，果然没完没了，一直忙到现在。我现在做志工差不多30多年了，这个是我30多年来唯一发过的愿呐，没有发过其他愿呐。所以愿不是很大，但至今做不完哦。这么小的愿都做不完了，那发大愿不是一发不可收拾吗？所以虽然发愿过后就要行动啊，但付诸行动之前，还是要先了解行动的方针跟理念呢。还没有走路之前，先要了解方向嘛。对，去哪里也是一样，不是吗？所以有一句话叫做“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我们也提过以前的哈。那这句话也是一个立身行事的准则啦。这个准则呢，清楚地告诉我们，理想可以远大，
但是行动必须务实，才不会让理想变成幻想跟梦想，甚至的变成妄想啊！虽然有正确的目标，但还是要稳重踏实、脚踏实地，一步一脚印呢，不能好高骛远啊，不能不切实际嘛！成功的人是专注一事啊，失败的人是多方从事啊。成功的人是眼明手快啊，失败的人是什么？眼高手低啊。成功者都有相同的成功本质啊，失败者都有不同的失败理由啦。个人找个人的理由啦，反正最后都是失败的啦。所以才说成功的人找方法嘛，失败的人找借口嘛。好，那这个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就是行动之计的最好的方法，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理念。一旦付诸行动呢，还是要靠毅力坚持下去啊。所以坚持很重要，不过要注意一点哦，人生有时候并不是任何事都要坚持下去哦。坚持是很好，但是也是要看情形哦。最近有一本书在提倡放弃的力量啊。作者认为放弃也可以带给我们力量哦。这样的思维是很颠覆传统哦。就跟记性好，但也不是什么事都要记得一清二楚啊。有时候还要懂得培养遗忘的能力啊。这也是很颠覆传统啊！我们在讲培养记忆力，不是吗？没有人说培养遗忘的能力啊。但是遗忘的能力也是很重要，也要去培养啊。那放弃也是一种能力啊，也是要培养啊。这个另类的思维反而令我们相当的注目哦，好奇怎么会这样子呢？那这本书的作者也不是完全反对坚持啊，而是认为放弃必须伴随着一个重新定下的目标，有条件的。所以他所说的放弃，并不是单纯的就放弃啊，而是有一个更新的目标啊，只是把旧的、不好的、不正确的把它放弃掉哦。如果是不顾一切的放弃，那就不是解决之道了哦。那这样子的新思维是在提醒我们呢，不要把我们自己大好青春跟宝贵的时间、心血或者资源呢，投注在或坚持在一个可能永远没办法达到的这个成果上面呢。我们如果不能当机立断啊，改弦易辙，赶快把不好的放弃掉，那我们很可能终究会被时代淘汰哦。因为你的适应性跟灵活性呢太差了所以放弃跟坚持是同等的重要千万不要被坚持就会成功这种迷思给困住了一味的认为说坚持就会成功，那这也是一种迷思没有绝对的法无定，法不是这样子讲吗？虽然我们常常说因为坚持才看到希望，不是看到希望才来坚持，我们也常常会这样子讲，这句话也是励志的名言嘛。可是你听了现在我讲的这个放弃的能力，这个作者讲的坚持并不是人生唯一的答案必须要同时具备放弃的力量才可以意思就是说，该坚持的就坚持，该放弃的就要放弃，也就是佛法讲的缘生就把握当下，缘灭就看开放下。提起跟放下两个也是要交叉运用所以能够同时拥有这两种能力的人，日子才有可能过得越乐，事情才有可能获得成功。因为这个是把方法用得很弹性绝妙，不是死板板的了。所以道理怎么讲都通，但是何时要坚持，何时要放弃呢？或者何时要提起，何时要放下呢？这又是一个难题了。尤其的我们的对我们人性来说了放弃一件事情好像是令人无奈或痛苦的事情，放弃或觉得很没有面子的事情因为做得不成功做得不顺所以要放弃
啊，这是因为人性是倾向坚持的，啊，尤其是很多那个电影哈，包括好莱坞的电影里面呢，很多动人心弦的那个励志电影啊，它里面剧情所呈现的出来的核心价值呢，啊，都是强调啊，因为他百折不挠，永不放弃啦，最后呢，他成功了啦。那这个就是在强调坚持的精神嘛，这样子剧情才会令人感动啊。相反的，一旦放弃啊，就好像意味着啊被逆境打败了，很令人泄气一样啊。那其实道理不是这么死板板的啊。我们也许会相信，哎呀，我们自己离成功只差一步啊，并告诉自己，只要再坚持下去就可以达标哦。问题是我们无法分辨，要到什么时候才是真正的只差那一步？那什么时候才是真正的终点呢？甚至根本就没有所谓的终点。所以那时候我们不是谈嘛，学佛的重点在过程，不是在目标嘛？人生的过程也是人生的目标啊。对，那些事业很成功，家庭很幸福，生活很美满，而自己感觉说不虚此生的这些人啊，很少是从年少时期就找到一生的方向啊。包括我自己也是啊，绝大多数的人都是从跌跌撞撞中呢找到人生的方向嘛。有些甚至撞到头破血流，还找不到方向都有啊，不是吗？所以人生难免有时候会定错目标而走冤枉路啊，这个是人生的常态啊，也是正常的事情啊。只是定错的目标是大错还是小错之差而已嘛。啊，大家应该都有这种经验的啊。因此呢，有时候我们必须学习离开自己已经习惯的舒适圈，放下自己过去累积的成就，保持归零的心态，把以前的放掉都是放弃啊，就是舍啊，这也没什么不好啊。就好像说，你以前是公司的董事长啦，现在退休了啦，来做志工啊，就要懂得舍弃过去的身份跟名相。让人生归零，不要因为太坚持、太坚，而变成我们人生的绊脚石啊！我们读书会经常会提到哦，不要坚持己见，要坚持己志，这也是要有一股放弃的力量啊！放弃自己的坚持己见，放下自己的知见嘛，这也是要这个也是要放弃啊！才有办法做到放下身段嘛，啊，有一个3只小猪的故事啦。3只小猪呢都要盖自己的房子，啊，那猪大哥用这个稻草呢，啊，随便铺一铺，啊，草草了事，收工了，一间简单的屋子，草屋啊。那猪二哥呢，他是用木板呐。钉着自己的窝啊，木板比草来的坚固一点嘛。只有这个猪小弟他不怕麻烦呐，他用水泥、砖头一砖一瓦的砌成的这个坚固的这个砖造屋啊。那这个大哥跟二哥呢，就笑这个猪小弟啊，有够笨哦，浪费这么多时间盖那间屋子啊。他看不懂这个猪小弟到底在干什么。那猪小弟呢，他不以为意哦。仍然决定自己要用自己的力量去盖一间稳固的房子啊！有一天呢，三个人的屋子都盖好了。有一天呢，大野狼来了，那猪大哥那个茅草屋啊，跟猪二哥的那个木造屋啊，都很容易就被大野狼把它摧毁掉了，破坏掉了。只有这个猪小弟的这个砖造屋啊，让大野狼啊踢到铁板了，怎么撞都撞不开。即使大野狼啊从屋顶上的烟囱爬进屋子里面来啊，也让这个猪小弟呢用热水呢把它烫得呱呱大叫，逃之夭夭啊！好，那听完了这3只猪小弟的故事之后，大家都会认为啊，人生都应该像猪小弟一样啊，做事很稳健、很踏实，一步一脚印，是吗？可是很奇怪哦，我们长大之后，我们的行为跟猪大哥、猪二哥是一模一样的哦。
如出一辙。最可怕的是，我们自己都没有发觉啊。我们学会了笑别人很笨，也认为干嘛浪费那么多时间在努力呢？简单做做就好了嘛，干嘛那么用心，那么麻烦呢？那猪小弟的这种稳健踏实的生活价值，早已经不存在我们的内心世界了哦。因为现在的这个社会啊，人人是好高骛远呐，不愿脚踏实地呀，一不小心就变成思想上的巨人呐。想法跟意见很多，但却是呢动口不动手的不务实外表看起来是思想上的巨人呐，其实是行动上的矮子啊。不但自己一事无成，还很会怨天尤人哦。苹果手机的创办人贾博士，他如果只是把想法放到脑海中，没有把它落实，我们现在的生活哪有这么方便呢？是吗？他们是将梦想实践的伟人而当我们正在享受他们所带来的巨大的改变时，我们却没有从他们身上学习到应有的态度哦。所以不要让自己的生命永远停留在想法的阶段不要小看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没有小哪来的大？小事不做，大事难成，不是吗？没有那些贩夫走卒的小人物的行动付出，哪有如今这么多感人肺腑、动人心弦的大菩萨的故事呢？所以每天的点滴小事情中呢，都蕴含着丰富的机遇跟大道理啊。所以为什么我们以前讲说，小因缘不把握，就没有大因缘的因缘了，就没有大因缘的这个机遇了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伟大的成就都是来自每天不断的累积嘛。以前我们不是常常讲嘛，累积跟持续嘛，不是这个道理嘛？学佛靠累积跟持续嘛，就是过程很重要。有理想有抱负的人都是用大道理来警惕自己把小道理呢留给别人，也就是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意思那比如讲，我们讲付出跟奉献那有些人总是让别人呢去付出奉献，去付出奉献，自己呢不做，却还有一堆的道理、一堆的借口跟说辞所以大道理谁都懂，但必须有实践过程才能见真章这个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甘苦自知那小道理的事情是所有人都在做，但是却说不出来。就像刚刚前面讲的，挑柴运水、行住坐卧，每一个人每天都在做这些生活中的小事情，但不懂的这个就是禅就是佛法。同理人们常讲的扫地扫地扫心地，那不扫心地空扫地或是扫地扫地扫屋角不扫屋角变暗角，每天埋头苦干，却很少抬头看看，只看到地上的垃圾，却看不见墙角的那些蜘蛛网早已盘根错节了不知道多少年的啦想要有这些的体悟，也是要有实际行动去做了，才有机会去借势练心原来道理是这样子好，我们今晚的读书会，想法不是开始，行动才是就讲到这里。祝福大家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